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与人生笔记频道。这是我截止到7月15日的持仓情况。本期视频会讲一下过去2天美股市场比较值得关注的信息，以及我的一个持仓股 PayPal 周三大涨了17%，我的应对以及又开仓了哪一只股票。首先是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美国6月份 CPI 同比上涨了3.5%，低于5月份的4.2%。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2.6%，也低于前一个月的2.9%。也就是说，6月份美国整体物价不但没有快速上涨，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这组数据公布以后，市场情绪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其次是美国大型银行的第二季度财报，逐渐披露，整体情况比较强健。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富国银行和高盛等大型金融机构陆续公布了业绩，其中花旗第二季度利润同比增长了45%，季度收入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高盛和富国银行的利润也超过了市场预期。摩根大通第二季度利润达到了212美元，不过这里边包含了一笔与 Visa 持股有关的一次性收益，所以不能简单的把它全部增长的理解成为一个主营业务突然大幅改善。但整体来看，大型银行的财报至少说明，目前美国的资本市场活动依然很强，企业的融资交易和并购活动也没有明显的一个停滞。所以市场最担心的两种情况，通胀重新加速或者经济滑向衰退，目前都还没有从最新的数据中得到验证。关于个股部分，周三我的个股持仓，股票 PayPal 因为一则潜在的收购消息大涨了17%。PayPal 的整体收购方案估值超过530亿美元，单股的话大概是估值到60美元。需要强调的是，这依然是一个潜在的收购方案，不代表交易已经正式完成。PayPal 也还没有正式接受这份报价，未来报价可能调整，谈判也可能失败。但是市场显然是把这条消息当成了一个重要的价值重估信号，所以 PayPal 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上涨。而在这次上涨以后，我个人的选择是清仓了 PayPal 的股票。我也不是因为 PayPal 一天上涨了17个百分点就临时决定卖出，我真正卖出的原因是因为我当初买入 PayPal 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初我买入 PayPal 的时候，它的市盈率大概只有10倍出头吧，当时市场对这家公司未来的盈利增长的预期，大概是我印象中是年化是有8%左右。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组合。如果一家成熟公司的估值只有10倍左右，而且同时它的未来盈利还能保持一个8%的年化增长，那么只要它的商业模式没有明显恶化，那么长期收益比就比较合理。但是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PayPal 未来增长的预期它被不断的下调，直至最后是调为没有增长。所以我当初买入时看到的是一家较低估值，但依然能够保持一定增长的公司，但它后面逐渐变成了一家估值不高，但增长可能接近停滞的公司。我个人是不太喜欢长期持有一个完全不增长的企业，因为即使一家企业的估值只有8倍，但如果未来增长和利润长期没有未来的收入和利润长期没有增长，那么这个低估值它也不会自动变成一个高回报，还可能会变成一个价值陷阱。它可能长期的保持一个低估值，也可能因为竞争成本或商业模式的问题，估值进一步的下降。当然，PayPal 依然拥有品牌、用户、支付网络很多很多有价值的资产，但是对于我来说，当初我买入它的一个增长逻辑已经没有了，而这次潜在收购消息又给了股价一个明显的上涨，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退出机会，选择卖出了全部的 PayPal 持仓。如果未来它的收购报价提高，PayPal 股价是可能会继续上涨的。
但同样，如果交易最终失败，股价也可能重新回落。我的卖出决定不是建立在预测收购结果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我最初的投资逻辑已经发生变化的这个基础上。那么卖出 PayPal 以后，我把资金放在了哪里？这笔资金我一半是拿来开仓了麦当劳，另一半买入了 SGOV，再次提高了我的现金仓位。先说一下麦当劳，麦当劳第一季度全球同店的一个销售增长是3.8%，收入同比增长9%。这当然算不上是一个高速增长，但麦当劳它算是一个很强大的全球品牌企业，它有极其稳固的一个加盟体系以及强劲的一个现金流，让它具有非常强的一个抗风险能力。麦当劳目前的远期市盈率大约是在21倍左右，虽然它不属于一个特别便宜的公司，但比较和它的一个历史数据做比较，它现在估值是处于一个合理位置的。我的逻辑不是认为麦当劳被市场严重低估，而是希望在组合里增加一家业务相对稳定，并且未来有一定稳定增长能力的公司。那么剩下的一半资金，我是放入了 SGOV，这是短期美国国债 ETF，我是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现金仓位。以上就是我对这次仓位调整的一个思考，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